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普老师，非常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来跟大家接着分享几条关于我在创业赚钱方面的一些心得还有思考。首先说一下第一条，那么有的小白认为阿普老师是大神是大师想加入我们的创业特训营跟着我们学习。首先呢要说的是我并不是什么大神大师那么在阿普老师的观念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本质意义上的小白和大师的区分那么有的只是在互联网创业这条路上走了多久，走了多远，掌握了多少的经验技能。那么在互联网上待的时间越久，掌握的经验呢越多，那么做项目呢就越容易成功，收入自然呢也就越高。就像马云他曾经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呢，他跟年轻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同样是拔枪打靶，年轻人的话呢可能需要打9次才能中1次，但是他可能只要1枪就命中了，就是这么嚣张这就是大师和小白最直接的一个区别。这就是第一点创业心得。第二点，那么上天呢总会眷顾愿意为了一个想法死磕到底的人。那如果说你觉得没有，是你还不够努力或者说时间还没到第三点，那么有些时候很多人他总会抱怨项目或者是方法不能够永久有效，这只能说明什么？是你的这个段位级别太低了，你获取信息的效率太慢。任何东西都在更新换代，如果说你不进步，事实上你就是在退步。怎么才能够快速获取信息呢？很简单，那就是进入一个圈子，结交一群同频的人，很多的信息自然咱们就能够轻松快速的获取到。闭门造车，彻底跟这个世界隔绝，想在互联网上挣大钱，那是做梦，好吧？再来说一下下一点那么在互联网上赚到钱的人和没有赚到钱的人，他们眼中的世界那绝对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你学会用赚到钱的人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我相信你满眼都是商机和钱和钞票。比方说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刚在国内兴起的时候，很多人一窝蜂的跑到网吧去打游戏看小电影，但同样的时代，有人的话却在电脑上研究怎么去利用互联网发家致富，最终抓住了互联网第一波红利，成功的实现人生的逆袭。那么有些人看到一款产品，立马就不自觉的被吸引了，最终没控制住，把自己兜里的钱掏给了对方，实现了别人的财富梦。相反，有的人他却是在研究他的广告，看他的一个玩法能不能直接复制过来去这个赚钱。那么项目的这样一个选择和定位一定要明确自己能够解决哪一群人的具体什么需求，什么痛点。说的更加详细一点呢，那就是你的产品或服务能够满足哪群人的需求。再来说一下下一点赚钱的思考废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那就是让他顺其自然，得过且过。阿普老师曾经跟大家讲过，想要在互联网上赚到钱是需要有一点血性的如果说你是一个刚入门的新手，选择顺其自然，那么你想赚到钱那是不可能的，好吧？很难如果说你是一个已经入门并且正在赚钱的老鸟，选择顺其自然，那么你很可能慢慢的赚不到钱赚不到现在这么多钱最终甚至1分钱都赚不到，还有可能赔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王思聪旗下之前这个熊猫互娱破产拍卖的一个消息虽然说这是一个旧闻了这个不重要这就是一个企业顺其自然，得过且过，最终被迫出局最为典型的案例之一。互联网它是一个创业门槛极低的地方，而且杠杆很大，而且这个领域的话是一个容易创造神话和不可能的领域。要是没记错的话之前就在应该是去年不久，像这个某多多的老板，他的身价已经超过马云了，是不是？这才几年但是的话任何行业都不养闲人。
好赚钱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你什么都不做，或者是随随便便的做一下就能够成为大佬。那么我想说的是真正想在互联网上去赚到钱，而且能够持续的赚钱、赚大钱的，你必须呢强迫自己从一只羊变成一只狼，不然的话呢，你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安安心心本本分分的做一只羊，被狼管着不要既想当狼，同时呢却又不愿意改变，那肯定是不行的。再来说一下下一点思考。想赚钱，咱们一定要养成习惯性自信的一个习惯，好吧？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讲有的人跟我说自己不自信，也自信不起来，因为自己呢好像没有什么值得自信的地方，没钱，长得又不好看，要啥没啥，就一条烂命，是不是？其实的话呢，在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感觉是很糟糕的？是不是非常讨厌这样的一个自己？是不是非常羡慕那些充满自信魅力的人？也许的话呢，你会认为他们有自信是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家境好，背景好，这好那好。出去家境不谈，难道我们的自信一定要来自于这些已经拥有的东西吗？我看未必。如果说自信一定要来源于现在你所拥有的东西，那我相信这个世界不会有李嘉诚，不会有马云，不会有一切草根起家的富豪和名人。其实我们的自信的来源完全可以是因为你想，因为你一定要你相信你可以做到，所以说你自信。那么更多赚钱的干货和思维，大家呢可以来阿普老师的朋友圈查看每天都会分享很多。那么关注阿普老师，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你自己的赚钱思维，我会365天陪伴着大家。关于如何赚钱，如何快速找到自己的项目阿普老师有一套专门指导网络小白的课程，简洁明了，一学就会。你可以搜